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当然要特别的问候新加坡的朋友，因为我们节目是在新加坡录制的。今天我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美联城2楼的红石艺这间，又有画廊，又有作画的地方，又有饮食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感的地方。那么我今天也认识了2个女性朋友，我们要谈的主题叫做“我也是女老板”。我们现在就赶快来介绍这间红石艺的老板，Lily，你好。你好。对着麦克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的餐厅谢谢进行我们的香格格的拍摄。再来有一位呢，我刚刚才看到他，可是呢精力十足，说起话来呢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呢在新加坡你想到他就想到玻璃，也就是说呢他的公司呢就是联坤铝业玻璃私人有限公司，也是新加坡最大的很大的玻璃供应商。May 你好。嗨，你好。今天你们2个突然间变得很秀气呢。我想先问一下丽丽啊，你当初为什么会从一个可以说是公务员体系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经营生意，而且跑来了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的故事在背后呢？其实我是09年的时候通过那个 EDB 的经济发展局投资移民来新加坡的。其实新加坡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环境很优美啊，空气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是。而且它的教育体系在全球也是公认的。所以当时我是带着孩子过来的。其实之前我一直是在公务员工作是比较清闲，在中国可以称是大锅饭了。事实上，我带着孩子过来，通常我们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嘛。是的。对，可以说是陪孩子过来啦。但是来了以后，一方面为了孩子，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可以学到在一个不同的国家里面可以学到一些不知道的一些内容啦。虽然你这个轻描淡写谈到，就说带了孩子来，突然想想就开一间餐厅，可是我觉得这个决定不容易，它毕竟是一盘生意，对吧？对对对。那当时是受到什么样的一种启发，或者甚至于刺激？你会说好吧，我就不只是带孩子，还要来经营一间这么有规模、这么有感觉的餐厅。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比较喜欢做事的一个女人。来了以后，孩子读书以后觉得很闷啊。其实我也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事情。其实我本身我是很喜欢、热衷于美食，我也是比较喜欢到处去品尝美食的人。了解。对，然后我自己呢也是有学习中国话。然后在国内呢也得过一些奖项。对。你刚才好谦虚哦，原来得过奖。没有啦。爱好啊。所以我也是想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有兴趣的，而且可以与众不同的一个餐馆。我想给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哈，你可以看得到，当一个女性想要变成老板的时候，她会跟她的特质结合。例如说你爱画画，你爱饮食，你就把画画跟饮食结合在一起，开了一个这样的餐馆，对吗？对。但是是不是直接从公务系统就跳进了这个商场，还是说你之前有一些商场的经验？之前呢，我一直是在公务员、政府机关工作。是。跟丈夫结婚以后呢，就经过可以说是家族企业影响了我。当时也是先生一再的就是希望我出来能够帮助到他，因为我本身是在大学里是学的管理，是经营管理。你先生好聪明啊。对。让你学以致用，他要把你娶回家。所以当时我也是既然跟丈夫结婚了，当然就出来了。那你帮他的成绩如何？他满意吗？老板满意你的帮忙吗？应该还不错啦。所以你就有了这个信心，
对，那1年多这样下来哈，如果用一个成语或用几句话来形容这个过程，事实上真的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真的是3个字来概括吧，很辛苦。等一下我们知道看看你怎么样辛苦。那 May 啊，我们来问一下。May，我刚才一看到你的时候，一进来我就觉得你是风风火火的女人呐，她就像一个很安静的百合花，你就像那个玫瑰花，咻就这样冲进来，然后讲话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自己当老板的很简单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我故事啊，就是说，那是我自己本身是读account 的。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自己突然间做出这个决定来做这个玻璃，尤其是玻璃这个行业是属于男性的，而且就是说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在半工半读之后，我就跟一间公司做建筑，他是做家私的，然后呢那个老板也蛮有年龄的啦，我也跟他跟了10年啦，然后我本来就是跟他做账的，做 account 的，然后呢就自己本身觉得在做账这方面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跟他要求说，不然你把我带出去外面看看一下这个世界是怎样。那时候你几岁？18岁。哇，好年轻啊！对，18岁。那你去工地那些人一定很快乐。尤其是我们是女人嘛，去到工地那些男人都不能做工啊。然后呢？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说慢慢了解，原来建筑也是一个很挑战性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要求说，不然我来对外，我来跑建筑，然后你再请多一个 account 来做好了，然后我就变成他的 assistant 这样，然后我就跟了10年了。然后做得很成功，对吗？他做得蛮成功，因为一方面我也帮他做 tender， 帮他看那些 architect 的图画这类东西嘛。那你后来是接管了他的公司，没接管，还是自己重没新开？接管，那是因为他也想退休了嘛，然后他有叫我接管，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还年轻呢，我才18、20岁，到现在我跟他的时候呢，现在应该是说10年，我已经是差不多是28岁啦，然后刚好我生孩子、结婚都在那个过程中，是，然后我也挺着那个肚子。爬上爬下，我也挺那个肚子爬上爬下，然后很辛苦，尤其是我们大肚子，有些会憋尿嘛，因为我爬到，然后我还爬到16楼了，我就说16楼没电梯嘞，怎么办啊？我就忍，老板可以 excuse 一下嘛，我尿急，我又爬下来，所以就是3个孩子就在建筑中生的，对，当我要去生的那个晚上，我是cesarean的开刀的，所以每当我要去生孩子，我是不拿说人家每个都会说早1个2个星期在家待产，对不对？是，我没有，我就说明天我去开刀，我还在做工，就说今天我做，明天我才去开刀吧。好厉害哦！我跟你一样哎，我做到最后1秒还自己开车去生孩子，更辛苦。哇，这个是一个女强人，而且很特别，我看得出你的个性。那么，Lily，我想问你啊，因为我感觉你的性情是那种细细如流水，很多事情都是好像不会处变不惊的那种感觉。不会啦。那当你面对工作上的压力，任何一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或者你跟你的职员讲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轻声细语吗？应该是这样吧，可能这跟我的个性有关系吧。我的职员、我的员工，他们都很尽职，所以我觉得我的员工他们的素质都比较高。你怎么选员工？我每一个员工，怎么会说这个是对的，选进来？其实我每一个员工，我都需要自己亲自来选。通常我们就是通过朋友介绍比较了解的然后通过网站来招聘员工。每一个员工进来，我都一定要自己亲自跟他面试。你可不可以分享一点小秘诀？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选人很重要。一个公司要成功，最重要的不是钱，不是规模，是人。人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团队。其实你怎么看啊？有些公司会用面相八字真的，在美国有些大公司会这样的，用血型甚至于做一些心理测验等等的。
你怎么样来选你的人？其实秘诀是谈不上了，也没有什么秘诀，可能这跟我的之前在中国的时候跟先生在一起经营管理方面，因为我一直是管理的内部员工，然后分管的是一些财务啊、人事方面，所以我对一些员工招聘进来都是我自己亲自面试的，可能会在那个时候会感觉有一点经验吧，学有所长，对在那边有用。所以那你是用问问题来分辨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的，还是他的穿着打扮，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其实穿着打扮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用了。其实整个人的气质还是他的谈吐来说，其实我们都应该能够看得出一点啦。觉得他是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工作的经验之谈啊，还是说他为什么他不要做了，是吗？从中跟他了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不错。所以是聊天的情况，对，聊天的情况下。那May你是怎样？叫他爬楼来看哪一个在工地爬得比较高的就先聘请？一样啊，我是要自己要 interview 一下，然后呢就了解他们的工作的 experience， 然后呢我会再问一些工作的问题，让他能不能回答我。我才确定他是真的会做。他们有一个跟我讲，我是师傅，我说少林寺扫地也是师傅，你懂吗？我跟他们就给我吓到说，哎呦这样啊！所以我通常会先问了解他们的background， 就是他们的工作的 background 之后，然后我问一些问题，他能回答。我问他，好像装玻璃要从哪里开始才是到因为你那个是属于比较专业性的，对，是 skill worker 来的，所以不可以随便乱请工人的。那个比较不能够骗得到你嘛，对。服务行业就很难讲，对，因为服务行业有的时候不谈的一种专业，谈一种态度，谈一种做事情的一种价值观。对，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快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本来你觉得对的，后来可能是错的。对吗？对，这有点差别。对，当我 interview 他们，接受他们之后，我会给他们3个月的 training。你自己做 training 吗？我自己做 training。哇，这老板娘实在太厉害了。你做哪些训练？就是说我会把他们先在工厂里面扛玻璃，因为工厂的玻璃是属于是说一开始工厂的玻璃一定是比较大片的。扛玻璃呀？扛。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玻璃拿去切割嘛，它是以7尺为10尺的宽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扛到那个座位，然后讲把这个玻璃给放在这个桌上，然后再来切。对。哎呦我的妈！你这个职业实在是很不能做哎，我不能做，这个钱我不能赚了，打了几个玻璃，几个月薪水就没有了，所以是这样背着。不是这样，我们在扛这个玻璃一定有一个 technique 的。不是技术的，对。如果你说你这个本人好像你比较大只，不代表你能扛。对，是哇，所以就是先做扛玻璃培训。对，第二个呢，然后扛完这个玻璃，再让他去车玻璃。就是把那个把玻璃给切割起来。我们把玻璃切了，不是会伤到手吗？对，它很利吗？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叫 polish machine。就把那个 polish machine 磨光。当你抛光这个玻璃之后呢？你确定这个尺寸是我要的吗？它就要经过量，因为你刨的时候可能那个对机器也会 alignment 会刨，所以它要照顾到机器跟它本身那个玻璃一制造出来的话，是我要的尺寸吗 ？OK， 我扛玻璃过关了，我刨玻璃也过关了，那我第3个是什么？就是说我把它带出场了。他就出场了他就下场了。我就把它下场出去外面，跟着我们的 foreman 一起去装玻璃，然后看他的 initiative， 就是说我的 foreman 要他拿一样东西，第2件东西他会拿吗？不要说我叫你拿一杯子，你不会倒水呀，对吗？杯子是要倒水的嘛。对，看他能不能 initiative 的做法，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人可不可以 train 上来。哇，他有一个系统哈，那请教一下 Lily， 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个系统是先开始100个碗扛在这边，然后看可不可以才来过关吗？还是什么？没有，我们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了。是，对。然后我们通常服务生就是通常会经理会确定他们怎么倒茶啦，怎么 service 客人啊。这个相对来说跟他们做玻璃就简单很多很多了。其实倒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嘛，对。那现在因为政府的这个
请工人的条例一直有做一些转变，对对。你们怎么样应付这个？其实，在我的公司里面真的很头痛，因为要请外地员工越来越难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应变措施？其实，在我们这边人手还是够的，因为我们餐馆不是太大，而且我们这边还有画廊、有画室，所以整个的餐厅请外劳的话还是够人头的。哦，你们没有用那么多的外国人，对吗？我们没有用很多外国人，都是本地人会比较多。那May你那边呢，会用很多的外地劳工吗？我自己的员工大概也要50多到60个。哇，那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是外地比较多。哇，那你有没有苦水要吐一下？有啦，当然啦，人头是一直起到怕人呢。包括那些住的那个 dormitory 又不够，因为新加坡有给那些建筑商标一个地，然后他们起上那个 dormitory 嘛。然后可是 dormitory 也不够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伤在这个头脑也是很痛。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工人已经接近今年来讲。应该是有接近60个，那一个 dormitory 里面呢，它只有12张床。你想，我自己本身要用到几个？哦，所以逼到我没有办法，我要自己去也有一个 ambition，就是说我自己也说，既然我做了接近要9年多的生意，那么不如我就投资买工厂。OK。然后我就把工厂，有些工厂是能apply for 那个。工人税的那个 dormitory， 对，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来买这个工厂。你60几个工人，你怎么管？你的管理哲学是什么？像有些公司管理哲学是爱，尽量给他爱、鼓励；有些管理哲学就是规定1规定2规定3规定4规定，对吗？那你的管理哲学究竟是什么？我的管理的就是说，把这个公司跟员工当成是一家人。是。那有没有那种得寸进尺、得尺进账？也不会，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们见个面，开个会，问他说我有我的要求，你们有什么要求？那么你跟我讲，我做得到呢，我就做给你们。那我的要求，那我要求的东西，你也要做给我。所以我们就每个月都有一个沟通。每个月有一个老板。对，跟 meeting 开会沟通。对，你先生会不会觉得哇，我这个老婆实在太棒了，厉害？很满足。他从来不说啦，他从来不说，因为讲我们在先生面前，我们还是要做个小绵羊啊。哇，好厉害哦！到公司做老虎，回家做绵羊是吗？对。丽丽，你是这样的吗？还是你一以贯之？我好像没有太大变化了，还是这样。还是这样？那你管员工的哲学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亲和力很重要啦，跟大家就像一家人。刚才妹也讲了，要跟员工好像是家人一样对待他们。你付出了真诚，他们也会付出真心的。我是这样认为。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要谈谈，请他们分享一个他们在事业经营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故事。我们呢，红十亿2014年的鱼生呢，是从1月24号卖到2月14号，也就是正月15是最后一天。这个呢，就是我们红十亿2014年推出了新的鱼生，里面呢有20几种原料，所有酱料呢都是我们自己精心调制出来的。欢迎大家过年期间来品尝我们的鱼生。今天在香格格当中，我们谈的是我也是女老板。当然，我相信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你很可能很想自己做老板，拥有你自己的天空。但是呢，当你拥有自己天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看自己的天空究竟是如何的，才走出那第一步。我们现在请2位朋友分享他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当老板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Lily， 我知道啊，你是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嘛？对。然后呢，带着孩子来，可能有很多地方并不是很熟悉的。对。那么走出这一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其实我刚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确实人生地不熟啦，
好像是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在语言上面呢也有一些障碍啦，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呢，确实有点难度了。孩子送去学校以后呢，其实在家里很闷啊，就是想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可是怎么去着手开始？其实当时我是想到了去加盟一些成功的店。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对对，然后我想可能会有人的帮助以后呢，可能这个过程会比较不是那么艰难吧。是。加盟了以后，事实上可是并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和那么好。是受控制太多。对，一方面受控制太多哈，一方面呢，它可能是加盟方面的一些内容不能够满足。事实上你可以符合一个加盟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可是它提供不出来。这就给我好像刚刚来新加坡，觉得打击蛮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不愉快啦，也是很辛苦觉得。所以那个时候餐馆其实刚刚开，刚刚加盟，我就发现存在太多的问题，所以在那段时间的以后呢，我觉得也是蛮苦闷的。所以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自己应该做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当时不管从我们的 menu 里面的菜式还是我去找一些中国的厨师，其实慢慢的全部是从我一点一点着手开始了。Lily， 我听起来就说你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想采取的是说找到一个已经有规模的、有经验的，然后让自己少走一点冤枉路，通过人家的经验复制来经营你自己的餐厅。结果没想到人家的这个加盟的系统本身就是充满了很多问题，对不对？带给你更大的问题。你本来想要少一点问题，对，想要自己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我们在选加盟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对。那你认为你当时在选加盟的时候，有哪一方面没有注意到，所以产生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它的整个系统是不完善的。在这之前，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些加盟商的一些展览，各个品牌的。所以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他们的整个的格调我是很喜欢，就它的那个味道，对，还有它的品味，对，它的整个的格调是我是比较我喜欢的那种点心啦。是，所以加盟了以后，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一个外表的一个会不会它的系统跟制度就差了？对，它既没有系统，可以说也没有正规的一个程序。加盟应该有的一个程序吧。那 Lily， 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你就是说，如果有个小女生她想要从事这个一样，你现在这个行业，你会建议她说，还是从加盟开始，还是一开始就做自己要的选择？可能我一开始是想得太简单了，因为之前我一直是做的内部管理嘛，没有想到要自己去独创一面，去开创什么事业，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想加盟会比较好。所以可能是在加盟上面我摔了一跤吧。所以你会希望说还是自己想清楚，对，还是觉得想清楚了，还是觉得做自己的品牌会比较好。那你苦闷的时候你怎么办？会去跟先生讲说，哎呀，怎么样？因为我们通常也不太敢讲了。等一下先生说你自己选择，对吗？那你怎么办？你苦闷的时候？其实苦闷的时候应该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帮助了我吧。可以跟他们聊聊讲讲啦，就是特别是在一些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啦，他们也是从中国来的。他们就给了我蛮多的启发。所以做女老板的话，有一个原则，旁边要有一些良师益友我不能讲说有用的朋友，要讲良师益友。那么可以问一下May吗？
你自己在这个从事老板工作或经营你的事业当中，你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小故事可以分享的？哦，我的故事、我当然知道你的故事很多，那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你觉得哎呀拿出来分享？我只能说，当我要开始这个事业之前，我曾经说我跟那个老板做了10年，然后呢又休息没到半年，给人家拉去做一间玻璃店。那么我就比较工作狂的那种，所以我可以做到3更半夜都不回家的。然后呢，我老公就有一天很生气问我一句：“你要不要打包东西呀、我还以为哇，老公，我现在肚子很饿嘞，你可以打发一些藕饭过来吗？我说不是，我不是打发藕饭呢，我跟你准备个行李哦，里面有你的枕头啊、被被啊，什么都送到你公司去就可以了啊，你都不用回来了啊。所以我就从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说不行了，这样子我就婚姻就会出现危机了嘛。所以我就想不能这样吧，我就回去跟我老公商量，我不能这样吧，我又对工作很有兴趣，然后我找到我的方向。因为我第一次是做家私的，那第二次我现在是做玻璃的，所以我觉得玻璃在这个市场呢，肯定一定不能缺少，对不对？家里没有家私都不用紧的，但是没有窗口是不行的，对不对？贾博士家里也没什么家私，对，没家私随便坐地上都可以呀、但是窗口没有的，没窗口不行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不然你支持我吗？3个孩子还小，你帮我顾，那么呢，我自己出来闯一下，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哇，他也没有任何意见，对。这个时候应该讲什么？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男人，加上几个小孩。但是我在就是比较失望一点说，我孩子的成长，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怎么长大的，这是真的。因为我拼了这个事业，应该是算3年过后，我才看到我的成果。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怎么成长，是谁在几点起来喂奶，还是怎样，我都没有做到。你会遗憾吗？会，真的啊，真的但是你有你成功了，你带给你的家里人有另外一种生活享受，对吧？对，我知道，所以我就进在这个。现在呢，我就属于说，我们讲拍零已经打好了个基础了嘛，我也有一些本事的方面帮我照顾了嘛。只有除了比较重要的，我才会出现，不然的话，我会尽量在家陪小孩。问如果常常都是一个比较没有意义，但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如果现在再问你，那3年你会想说多花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你的成功速度慢一点，还是你宁可疯狂投入3年？答案还是一样的。我还是会一样，我还是会一样，还是会一样，对不对？对。那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们的工人一定不会只是华人吧？对。各种种族的人都有，对不对？对。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即使对金钱的那个 money mind 都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带领？哦，我觉得我实在太佩服你了。其实是我觉得说是用自己的真心去感动他们，所以我通常都会跟他讲 ，You black skin, I white skin, also same skin 。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说 ，But your thinking and my thinking is different. That's why everybody comes for what money. 哇，好厉害哦！马上就跟我对来对去了。那我想问一下 Lily， 你在你的事业里面，孩子这一部分你应该是照顾的，不会像我们2位这样吧？是不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对，因为可能这个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因为我觉得既然生了孩子，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孩子。你不觉得这个有矛盾吗？因为你开了这样红11这个地方，你一定是希望他成功的。对。但是，我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你如果重心点是放在这里，那边就是很难去平衡。可能这个会比较贪心吧，又想把很多时间给孩子，又想把自己的事业给做成功了。所以但是在时间的分配上面，我还是觉得做得比较合理了。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看到孩子差不多要下课了，我得赶回去。哇，这是2种风貌，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孩子不在就先做女强人，孩子一要下课的时候就想要做妈妈了。对，所以我也觉得孩子是我的
生命了。所以你工作如果可能的话，你是绝对不会带进家里的。不会，我不会那带进。你的员工可不可以在下班以后打电话给你？啊，这个是可以的，当然了。那你会对处理你公司的事情吗？通常在白天，我认为已经全部处理的差不多，所以晚上我的员工他们经常也是不太会打电话给我啦。所以我会尽心尽力的把这个时间留给孩子。May，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接下来在你的老板生涯里面，你有没有更大的规划？因为你还年轻啊。我还年轻啊，我老了。我就想下来就说先把这个，反正这个事业我都搞到2只脚都传进去了嘛，对不对？是。所以我有跟我的那些比较中心的那些员工说，如果这个公司能达到说在这个 market 里面呢，不只单单认识我 May On 就是 May 姐，那么也要知道我们的公司叫 L&K， 那么呢就是说改次我老了，我会把公司全部传给他们。哇，他们听到一定很开心。对，所以我也不想着说我的孩子们会不会 take over， 因为他们年轻的想法嘛，所以我曾经有试过我的大儿子啦，有叫他来试，一点兴趣都没有啦。他没有像妈妈一样喜欢爬上爬下，对吗？你知道看那几片玻璃，他说要死我要我的命了。那么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或者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你成功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你会成功？因为在我跟 Lily 看起来，你是非常成功的女性，对不对 ，Lily？我们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女性。我只觉得说，只要我要做的东西，我一定做得到，所以我就是一路向前冲的。那你怎么会选到一个这么支持你的丈夫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女孩子知道一下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女性，其实她有能力的，她也有梦想的，可是先生不支持她。对，所以你在选丈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把这个设想到里面去了？不支持我的男人不要来追我，因为他帮你带3个小孩哎。对，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一样，早上都把小孩载去学校。哇，好厉害！他都是这么做。所以怎么选男人，可以教我们一下吗？其实我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家庭一如来是做生意的地，所以我妈妈一如来是做那种咖啡店那种的，就是说卖咖啡这里是标那种工程的，所以我刚好那时候一边半工半读，就是说我读完学校放学了，我就过去帮我的大哥哥是做那种那种像 food court 那种咖啡卖酒啊卖水这类，我是那边认识我先生的。对，你怎么样会觉得看上他，觉得这个可以跟我？其实我那边还蛮多追求者的。我相信你这种性格男孩子很喜欢的。然后也有一些大老板来我的咖啡店喝酒之类，都有亲自叫他的儿子过来追我，但是就是凭感觉啦，就是说也是缘分啦。所以我这个老公很奇怪。从他早上他要7、8点开始做，他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所以他得帮他的爸爸那边做生意。然后放工是6点多，他就来陪我陪到天亮，因为我是卖下午2、3点的，然后我就卖到半夜的3、4点，他就这一直陪我。哇，他做工作18小时。对，我觉得他很欣赏你，对不对？那 Lily， 我想问一下哦，我觉得你从一个公务系统转到做生意这个系统，这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对你自己，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成功谈不上啦，起码我能很勇敢的跨出这一步，我觉得就是我的成功之处。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你还能够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对。那你对红十亿有什么样的一个远景？你希望把它推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红十亿，我希望它能够家喻户晓，能够知道红十亿。然后我希望在新加坡或者在全世界吧，能够开出我自己特色的分店哦。我其实有提早来你这边吃东西，我观察到这里面的氛围。有一样东西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进到你的店，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安全感，静静的，跟你的个性有点像。可能跟我个性有关系吧。它不会很喧哗，不会很张扬，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很安全。对。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想请2位
给我们的女性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或者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朋友一些你们的建议？当你们想要做女老板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不一定现在马上要讲，可以想一想啊，然后就对着这个镜头跟他们讲一下，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一些女人、女孩的建议。我希望女性朋友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勇敢地跨出一步。那么我也是希望说，如果你决定了，就敢去做，这是我所要的。每次面对的问题，我都会讲，只要我能做，我一定做得到。好，那节目最后我想送你的一句话就是：从小你就要了解你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了解了你是谁，你就能够做出最美丽的自己。今天我们香哥哥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谢谢May和玲玲，谢谢你们，谢谢，拜拜。力的呼声，让你的生活更美好。